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哎，大家好，我是乐。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啊，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怎么办？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钢印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
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对吧？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怎么了？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对吧？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啊妈，写遗书吧，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往以后真好办。只有两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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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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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是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啊，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
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黑灯，精彩！喜欢黑灯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我们再次谢谢黑灯，这应该是黑灯今年最精彩也。哎，哦，在那边是吗？我在这儿，他也在这儿，我们3个都在这儿。哎，是我是庞博，我是庞博。那个，确实这是我看就今年好像黑灯最情绪最饱满，然后状态也最好的一期。对，我很开心，这很像上一季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你的样子啊。今年前2期的时候稍微有所保留吧，还是没有，大意了，有点看不清形势。刚开始有点新人太猛了，主要是。我们后台那会儿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就既然讲到如此地狱的笑话了，就跟大家分享了呗。黑灯不是说他那一句一定要配手语最关键吗？我们说这个手语能不能让小佳配？说过就拉倒了，说过就拉倒了。但是我看4位也看得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黑灯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因为我感觉到前2场你对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炸。好像我记得你上季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但凡有一场掉下来一点，下一场就会炸翻全场。主要是也没有实力一直每场都炸。我很喜欢今天的内容，然后就是不管是洗脑的那个部分呢，还是对于大家在关注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部分，我都很喜欢。然后我被你种草了那个读屏软件，就是这是一个我没有想过的视角。用读屏软件其实只能读最基础的信息嘛。对。原来用它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好。我是特别喜欢您，因为头开始讲这个自己的观察，到最后观察到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事儿。因为本身这个咱们这个单口喜剧也是一个很新，在国内是很新兴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我觉得黑灯老师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在干什么这件事儿，他的这个拷问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就好像真的是，就是我们都需要，人嘛，活在这世界上，大伙儿都好像都得客客气气的，咱们共同营造出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能去讲点什么。然后呢，黑灯今天就是说，咱们别就是反正我也看不见你们那些个灯火绚烂的东西，咱就说最简单的事儿，就是他读屏软件说的，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讲笑话。我觉得这个太美了，这句话太美了。那你是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我非常非常佩服你。这个也要感谢那个编剧老师。本来我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还是他们给提炼出来，我觉得非常准确。那如果是个相声演员，一对相声演员在台上，他就是2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他大概会念成2个人站在台上穿着长袍，然后在什么聊天，大概是这种。说那意思说我们没意思呗，就是我们不是聊笑话。我好像念过那么多照片，只有一次他说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其他时候他就是在舞台上，给当着观众的面表演，他只会说。那次好像刚好是后面有一个什么喜剧，他识别出那个东西了。可能是讲笑话。岳哥呢？岳哥应该现场看黑灯是第一次哈。我在视频上也没少看，我觉得您的视角，您所表达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可能您眼前是黑灯的，但是我觉得您的世界一定是五彩斑斓的，一定是美好的。你传递的也是美好的。有机会北京有专场的话，或者您别的地方有专场的话，我想去现场看。我说不出什么漂亮话，但是我觉得黑灯老师就是非常帅。谢谢。我也赞同
毕业月老师讲的就是非常帅，而且我觉得上一次看过黑灯之后就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你真的很像一个那种世外高人，你用你自己很冷静的视角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看不清的人才看得清。那一切这种很奢华、很虚伪的包装都被你屏蔽住了，所以真的我觉得很酷。我希望你多告诉我们你的角度看见了什么，那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特别喜欢黑灯这种无差别攻击的这种状态，就是特别好，特别好。谢谢黑灯的表演。那黑灯演完，我们这一场的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产生，究竟会是谁呢？在剩下4个人里面，我毫无疑问黑灯老师。我猜就是黑灯。请看大屏幕。哦。哎呦我天！恭喜黑灯199票，成功晋级，请你前往晋级区就座。哇！你去扶小佳去扶。快！哇！来下飞机了，下飞机了。哎呀，老演员能爆发出新的状态，确实还是令人开心的。恭喜黑灯，也是今天的全场最高票199票。今天我们满分也只有204票，非常优秀的成绩。黑灯发挥的太好，他讲的东西非常有深度，而且你能听进去，你会跟着他走。我其实觉得是这一整期最好的表演。我是非常喜欢那几句单口喜剧，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台上给大家讲笑话，那句话在我心里头值100分啊，不错，继续表现，队长。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哎，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也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都是，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
你做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就电光火石那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是吧？被那个鸡眼震慑住了。你做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是吧？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到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D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他就应该坐在地上呀。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 battle， 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做我的 D。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了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一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一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啊，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1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是吧？你说微信群里的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一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哎，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黑灯的表演。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黑灯，又是熟悉的黑灯的风格哈。对，我觉得那个黑灯特别像一个社会观察家，然后就是 watching 了很多的领域，然后把你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把它讲出来。而且我听说上一季因为讲了盲道，讲了那个无障碍通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整跟整改，是促进了一些真实的改变。
因为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光是残障人士的问题，就是大家老了之后多多少少都会，你譬如要坐轮椅，什么行动不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你如果现在不关注，那就是你的将来，朋友们。说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就是有这些体验的朋友们，有这些观察视角的朋友们，找机会说出来，就大家互相提个醒，提个醒被注意到，可能就被解决了。你这个第2年参加节目什么感受啊？就是害怕，第一场分都巨高，我们在后面看得瑟瑟发抖啊，所以还是忐忑，就新人都太厉害了，感觉。但我觉得你的持续创作能力还是很强，你不要那个呀，要有信心。对，我知道。黑灯刚刚天真姐说到这个黑灯创作能力确实是出众的。对，黑灯最近也写了一首 rap。啊，要不然咱们直接现场就给大家来2句。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名字吧，黑灯叫什么呀？是这样子的，是我介绍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啊，是我前2天去参加了那个罕见病交流的会，就是在第1期比完之后，我心态崩了，我说谁也打不过，赶紧去罕见病大会紧急搜集一波素材，是吧？然后我就问他们，然后他们就有好几个坐轮椅的朋友跟我讲了那种受到了一些限制，本来是 OK 的，突然来了一个，我听了就很生气嘛。我说行，这个第2轮就写这个，然后稿子没写出来，然后就改吧，写了首歌就变成啊，就是讲轮椅的一个事儿啊，因为不能唱完整了，可能唱几句副歌的地方可能吧。来 DJ 抓个 B， 来抓个 B 啊！我是轮椅骑士，来消灭你的歧视。你也没有歧视，只是习惯性的无视。虽然看不见，但我很难视而不见。此时此刻，黑灯照出你的冷漠嘴脸。我是轮椅骑士，来消灭你的歧视。你也没有歧视，只是习惯性的无视。虽然看不见，但我很难视而不见。朝着你的伪善面具射出一支毒箭。哇 ，bro， 谢谢，非常感谢，但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不好意思，我听听你的阿卡贝拉。你真是个 rapper。对，不是那个，本来就是我的行头，这就是。有人给黑灯捐款吗？捐10万，捐10万。我们组只有节目。黑灯，我觉得你超帅的哎。虽然你叫黑灯，但是你是我们大家的明灯，爱你哦。哇，行业又有明灯了，哎呀。我觉得黑灯交流感特别好。就是你看他，其实不管他在作品里还是在作品外，他能跟台下的所有观众们就随时的就能够建立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上的演员特别难得的一个素质，因为他们可以眼神交流。我只能跟他们聊天那种，就大概这样抓住他们的那个。但是说明你很敏锐啊。除了你自己这个就最熟悉的这个题材之外，其他题材你还有感兴趣的吗？其他题材也有一些吧，但是这个很扎心的一点就是，我去年一整季讲了7篇稿子嘛，有6篇就是关于这个残障相关的，然后有1篇是讲那个西藏旅游的那篇，结果最后传播度最广的就反而是那一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很难感同身受。他能感受的就是他平时遇到那些东西，这个东西你其他讲的再多也好，但他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对，所以只能坚持讲下去，就靠数量堆出来。我觉得是，对吧？一直讲。那我觉得你刚才那歌的时候还挺那什么的，尤其那些歌词啊，那种那个可能传播起来会。就反而就特别容易。对，是觉得那个就是，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得掰开了揉碎了讲，歌词可能能稍微含蓄一点，能传播的广一些。虽然我那个也不太含。朋友们又见面了，真的。我去年上完节目过后啊，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演我自己的专场，大家有看了的吗？看了，没有看的不好意思，收官了哈。
其实现在就是演的越多啊，我这个越容易暴露自己没有文化，真的，我是一个中专生，很多时候呢，多多少少有点自卑啊。去年专场演了有30多个城市，现在专场演完过后有一个环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吐钱环节，就是先写上观众的名字，后面写一句祝福。这个环节我在全国各地演的都很顺利，直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搞不懂哈，你们上海怎么每个人都有个英文名？我英语真的很差，写都写不来，真的。就吐钱环节啊，站在那儿，简单的什么 Amy、Lily， 我还可以猜一下。但你要是跟我说 Amy， 哎，我真的迷离，我云里雾里，你知道吧？有一次个观众跟我说，他说我叫索菲亚，当时我的笔尖杵在那个纸上，杵了半天，我写了个 so。我又不想让他觉得我很没有文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索菲亚的索，该不会是误将上下而求索的索吧？我真的很恨我自己，真的，因为明明我家里的衣柜就是索菲亚的，怎么平时晾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多看几眼它是怎么拼的，你知道吗？那天我回去看了，写的就是索菲亚。汉字跟我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哎，我英语这么差，去年还去国外巡演了一圈哈，现在也算是国际演员了啊。走了一大圈。其实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澳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紧张，一落地被一个白人警察拦下来，盘问了我好多问题啊，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把我急的，我说不晓得，听不懂。他直接给我翻了个白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白人的白眼，全是白眼人。但是我才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有点太自卑了？我明明都会说 no， 然后他后面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说 no no no， 最后把警察的 no 笑了。警察说哈哈哈哈，it's okay。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OK， 因为我从他那个 harm 里面，我就听出来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可怜，我当时一边往里面走，心里又觉得有点羞耻，但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有一句英语就传到我脑子里面，我转头就问他，我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说 No， 我说It's okay。我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会说英文？但我好像经常因为这些自卑啊闹一些洋相，真的，我就想起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洋相的时候，16岁，当时正在准备中专毕业要实习了，我毕业于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朋友每次听了都问我，你是教的是汽车人吗？是。所以你们也很容易想到，我毕业过后很难找工作。我当时就决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中专对口的工作，我就去了5星级酒店里面端盘子。那天到了后厨啊，很快就领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工作服，是一件白衬衫。我当时打开看，我觉得自己都要当上白领了。我一看衬衫 S 号的，真的白领了。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就不敢提要求说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因为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那个衬衫我穿了10分钟，社会真的很难适应，勒得我根本就出不赢气，你知道吧？那个扣子从上往下扣到一半就扣不上了，我一看这不就是个车标吗？奔驰。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那件衬衫穿上了。我一照镜子，妈呀，米其林！主管就开始训话，当时现场有60、70个人，我站在第一排。主管说：“来来来，大家都看我啊！”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大家一下就都看我了。这个喷嚏有多大啊？我当时打完，直接把我打到第2排了。与此同时，我肚脐眼上了一颗扣子，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啪的一声就崩出去了。
哇，那一瞬间世界都安静了，只有我的肚脐眼在说：“哦，天亮了吗？”有一瞬间，我真的想过把这个事儿赖给别人，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主管捡着那个扣子径直朝我走过来，他说：“这是你的扣子吗？”我说：“这是我的肚脐眼的盖子。”全场轰的一声再次炸场，我没有想到我的幽默让我更加丢人现眼，现在还是肚脐眼，你知道吗？朋友们，16岁的我也曾是少女。那天是我第一天在这个社会上登台亮相，我当时简直衣衫不整又整不了衣衫的，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在捧腹，别人在大笑。那个主管跑过来问我说：“你那么一大堆大号的，你为什么不管别人要一件？”我说：“我不敢。”他说：“扣子都敢崩，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赶紧去洗衣房里面拿一个3到5个叉吧。”我还是很难受嘛，一路我边哭边跑，还有捂着晾在外面的肚脐眼，在楼层里面穿梭，我就是，我真的很像一个赶着去被杖毙的宫女一样。进电梯我还要喊一声：“帮我按一下，谢谢。”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犹豫，直接一巴掌按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就他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我的同学。换好衣服过后，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回去面对所有的人，我就等到他们散会，我才敢鼓起勇气推开后厨的大门。当时推开过后，那个空间里面只有2样东西，一个单词就能概括 ，excuse me。后来那个导演跟我说这是2个单词，我就说了我英语不好啊。但其实那颗扣子我一直留到现在了。后面呢，我也干了大大小小10几份工作，然后也出过一些不少的洋相。但每一次在敏感、羞耻、尴尬、自卑找不到解法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颗扣子拿出来安慰一下自己，给自己说一声好 ，It's okay。谢谢大家，荣誉。谢谢王悦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王悦。王悦每次的表演其实就是1是能量很足，2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就一下把大家带到他的那个情境里边，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故事。天真姐，哎，你要在佩岑姐后边说是吧？呐。那我们先问大林，要不？没错，开哥，真的特别好。因为今年王悦的这个，我也不敢说是进步啊，就是跟去年完全判若两人。今年你的表现特别有大将风范，谢谢谢谢。然后刚才我看陆姐跟我乐那点一样，就是你们校训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真缺德呀！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王悦就特别喜庆啊，是吧？而且非常压台，啊，就是不适合压轴或者特别压场，反正挺好挺好。哎。第一个出来确实会紧张是吧？对，有点紧张，但还好。其实我上来感觉大家就是很接纳我，我就放松很多了。其实，王悦，你觉不觉得好多演员都有那种，就是一场特别好，另外一场就很难接，然后一旦荡到谷底了，突然又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品，都有这种起伏吗？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的时候，感觉面对一个话题题材，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怕自己又处理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这篇稿子可能在开放麦上试的次数也比较少一点点，就是一场好一场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能表达自己想讲的东西，讲给自己16岁的王悦听，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真的。好，我想跟你说，还有跟16岁的王悦说 ，You're awesome。翻译一下。你太棒了。哦，我很棒。谢谢 ，You're awesome。学吧，天真姐。王悦，你好棒，加油！啊！
You are great。Great 我听得懂 ，Great 我听得懂，听懂了，谢谢。去年我觉得你那个就是像打散弹枪一样，会有很多精彩的一个子弹冒出去的漂亮的烟花。但是今年你就是可以排兵布阵了，把你的人生故事和你的文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是既有强大的能量的呈现，然后又有那种点状的冲击到人的部分。谢谢。你真的非常好，因为你的人生故事其实会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嘛。从去年你讲到的那些诈骗呀、什么相亲啊之类的，包括他跟他的长辈共处的一些经历，都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印象。然后今年的从上一篇到这一篇，所以我觉得王悦你的脱口秀是特别的女性成长史，就是一个女孩可能在人生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故事，可能都被你遇到了，然后但是你都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经历了他们。我在想16岁的你那一天肯定是很尴尬跟不知所措的，但是你留下那颗扣子，那颗扣子就是你面对尴尬的时候重新站出来面对人生的那个勇气，所以也是今天可以让你站上舞台的那颗扣子。谢谢。而且确实开场之前也不想给王悦太大压力，王悦也是我们复活金牌的持有者之一。上一场是打败了刘洋，是吧？对，这块金牌是从教主手里硬生生啃下来的。哎呀，我就怕提这个。哎呀，老提。付航从去年开始其实就一直特欣赏、特喜欢王悦，对吧？王悦台上台下一样可爱，个人魅力太强了，永远对你表达喜爱。最后嘱咐你一件小事啊，以后出国不用担心英语不好了，无论国内外，滴滴都能用中文打车，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想咋地就咋地。滴滴出行这个是真的 OK。好的 ，It's OK 啊。谢谢王悦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开场表演，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谢谢你。先不公布票数，对决之后统一揭晓，请你先返回对战区等待。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故事里面走出来，然后进入黑灯的世界，好吧？谢谢大家。闭眼，全体闭眼，来，这组闭眼。谢谢你。